丁，已绑定任务目标，数据加载中。什么任务？什么数据？我不是嘎了吗？你好呀，宿主。我勒个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难道这里是天堂？我堂堂王牌杀手死后居然还能上天堂，看来我果然是个大善人，没白杀这么多年。这位宿主，你实在是想多了，这里既不是天堂，也不是地狱，是主神空间。而你由于造下的杀孽太重，难以入轮回，因此需要完成任务才能消除你身上的罪恶。我不接这任务会怎样？接便有一线生机，不接立刻魂飞魄散。你当我是吓大的吗？我碎石自当杀手以来，什么任务都能接，什么任务都敢接。你可瞧好了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王牌杀手的实力。任务什么时候开始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祝你好运了。开始传送，世界加载中。童子哥，烦请你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。你现在的身份是青衣剑宗圣女，也叫10岁。500年前，你用自己的半神之苦封印了魔胶，自己也因此陷入沉睡。500年后，封印松动，你再次回到了青衣剑宗，只是修为已经耗尽，而且你在宗门的千娇万宠的位置，还被一个穿越女取代了。穿越女？她也是任务者？算是吧。不过她的系统是专门掠夺气运的。那她的系统和你比起来怎么样？别拿那种低维系统和我比，她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宿主，你这次的主线任务是阻止穿越女掠夺小世界气运，同时拿回属于原生的所有东西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原神当时就是在圣域被天道之神地范认定为圣女的。不如咱们今晚去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捞到什么宝贝，先把我这一身修为给恢复了。不错不错，业务能力很强。那你打算如何去？那当然是看筒子哥你能给我什么道具了呀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我真是谢谢你了，蝴蝶仙童。不客气。云气师兄，若是明日我没能通过受封仪式怎么办？你也是天生半神之骨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当初碎石不过用了一盏茶的功夫便完成了仪式，师兄相信你也可以的。可是如今碎石师姐从封印之地回来了，她会不会阻止我？碎石是懂事之人，况且他已封印魔胶，100年修为尽失，料他也不会阻止有更合适的人去侍奉圣域的，你且放心。这谢云奇可真是一个男圣母啊！既然你们都不想在明日见到我，那我便偏要出现。谁在那儿？完蛋，系统快跑！他怎么还在追啊？警告警告！宿主生命值低于警戒值。可恶！宿主，要不我们还是重开一个世界吧？我碎石就没有放弃过的任务。是谁擅闯无知圣域？原来是一个被挖了神骨的半神之体。是何人把你的神骨拿走了？救我！吾为何要救你？不是天道之神吗？他怎么见死不救啊？谁告诉你神都要救人了？在地凡的眼里，修仙之人陨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他为何要插手？如果不插手的话，我就要死在这儿了。系统，你快看看有没有什么任务是和他有关的。这还真有一个，那就是为他诞下神子。谁也要生子啊？道法衰微，各个宗门道心不稳，唯有和地凡诞下神子，为世人布道，方能稳固道心。唯一的代价就是神子诞生之日，便是你死亡之时。哎呀，管他呢，接，先活下来最重要。触发支线任务，诞下神子。地范神主，我知道您想要什么，我拥有半神之体，可以承载您的神子诞生。你这副身体没了神骨，丹田被毁，修为尽失，对吾根本毫无用处。若您能帮我夺回神骨，我甘愿将我的所有奉献给您，无论身体亦或是灵魂。就算助你拿回神骨，若你孕育神子，一样是死路一条。你与吾交易又能得到什么？不，我还能复仇。哦。宿主，地凡在抽离你的灵魂。真是可怜，我可帮你。我倒真是好奇，一个曾经心怀苍生的人，究竟会为了复仇变成什么样子？想想还真是有趣。
这附近也没有杯子什么的接住啊，难不成是？刚才的神血是为了救回你的命，现在这滴是为了修补你受损的丹田。所以接受神血只要点额头就行了。那我刚刚那样算什么？算你胆大包天。这第3滴神血是为了填补你神骨的空缺，暂时恢复你修为。去吧，你如今有了神血，无论做什么都不是问题。那我若是一直在此侍奉地饭神主呢？你该走了。真无情啊！童子，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让我生下神子还不用死啊？有啊，真金不怕火炼药剂，最大程度淬炼你的半神之体，可以让你平安生下神子。不过你现在还要考虑的是他对你的好感度有多少啊？0。哼，这小子还真是油盐不进。很正常，人家1万年的神子还能被你这种小把戏打动。哎呀，没关系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桑金河当上圣女，抢夺气运。好了，拿到这2件宝物后，马上把他们携带的气运值传给我，我要准备升级了。知道了。咦，渡我剑不肯认主？据说这渡我剑是前圣女碎石炼化的，把人家的东西随便转手，谁愿意？这新圣女可真是有点寒碜，自己没有炼化法器吗？既然渡我剑不愿意，师兄为何还要请求他？碎石师妹，今日圣女受封是宗门大事，你来干什么？休要在此胡闹！我来拿回自己的东西，谈何胡闹？你谁啊？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？这话应该由我问小师妹吧。渡我剑是我的，圣女之位是我的，就连你身上的神骨也是我的。你那神骨是你自己丢失的，与小师妹何干？是啊，我的神骨是出生时天帝所赐，怎么就成了你的呢？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带上了小世界气运的法器，只要我吞了它，就可以连升好几级。只有这样厉害的法器，才配得上我的神骨之身和化神期修为。好了，碎石是你们的同门前辈，兵刃相见，何其无礼！这个时候知道出来打圆场了，看来我这师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碎石，你离开的这500年里，剑宗的圣域无人侍奉，被镇压的妖魔蠢蠢欲动，人间也多出现灾厄，因此为师重新选择金河作为圣域。为的也是苍生福祉，你莫要不平。师尊，您搞错了吧？不是我离开青衣剑宗，而是我用性命去镇压魔教。既然现在我回来了，那这圣女之位也不用换人了吧？碎石，你如今弄丢了神骨，修为也已散尽，根本无法胜任圣女一位。我这师兄真是没脑子，还真以为有了神骨便能做圣女了吗？好，圣女之位我可以不要，但是渡我剑我要带走。不行，不行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干脆打一架决定吧。哼，如今的碎石已然是个废人，与他打便是。渡我剑是你的囊中之物了。好，比就比。既然比试是为了渡我剑的归属，那你便不能使用它。那便来吧。渡我剑归我了，那么神骨你又该如何还我？神骨是我自己的，还敢嘴硬？好了，碎石，金河的神骨不是你的，难道你连为师的话也不信了吗？我记得圣女受封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进入圣域，而圣域唯有天生神骨的人方能进入。说的是真的吗？那我能否进入圣域？你去试试。若是我能抢夺神的气运，那我就能升到高维系统，对你的好处自然也少不了。金河，你可以的，去吧。金河，桑金河，这神骨是你的吗？许是圣域多年来无人侍奉，地饭神主不愿再接受青阴剑宗弟子，是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该死，我的气运值下降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搬去赤羽峰，和仙云期更接近了吗？你先后丢了2件极品法器，还被赶出了太一峰。碎石的气运倒是恢复不少，而且你确定谢云奇对你的好感度加了吗？赶紧在秘境试炼里解决掉碎石，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些不对劲的地方。还有何事？秘境试炼快到了，我没了神骨，好害怕遇到妖兽攻击啊！您能否借一缕分身伴我随行？地饭神主，我只是一缕分身。好可爱的团子，好想狠狠地杀他。那地饭神主，我该如何称呼您的分身呢？可唤无犯行，吾虽为分身，却也与地饭同感。明白了，犯行。他这一本正经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！听说那孩子是碎石师姐的私生子，碎石师姐沉睡100年，修为不退反进，莫不是和那魔教魂交双修了？碎石不是那样的人。
好可爱啊！偷偷亲一口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放肆！快进结界！那符咒是谢雨的，他在阻挡你进入结界。那怎么办？我好害怕呀，范行。别装了，拔出你的剑。那好吧。不好，碎石有危险！师兄，该死的碎石，死到临头还要让师兄挂念。你快让谢云奇受伤，这样就能有借口前来渡我剑上的灵域为他疗伤，如此我就能吸收灵气的气运值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师兄，云奇师兄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早点使出这一招？你是因为谢云奇受伤了才用的这一招，你知不知道这一招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也是有些勉强的？若不是神血在保护你，你早就灵力枯竭而亡了。您在生气？没有。那您是在吃醋？哎呀，我只是想快点解决这些麻烦，并不是因为谢云奇受伤，我不会为了他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。但是我对神主您愿意奉献出我全部的神性，只有您才能让我献出生命。花掉了。什么？你给无斋的花掉地上了。我还以为您不喜欢呢。碎石，碎石师姐，可否借你的剑给师兄疗伤一用？不借。可是师兄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，我用得着他救？看来传闻说的不错，你果真与魔教魂教双修，才变得这样冷心冷肺，对同门毫无怜悯之心，对我们500年前的婚约也忘却脑后了。婚约？既然如此，那便取消婚约吧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各走各的路。好啊，不过你的法器是订婚时我送的，现在既已退婚，不得还给我？还你便是。不要啊！我的气运值。没事，师尊说了，秘境里还有千年妖兽看守的九转玲珑镜，我们找到那个，一定可以帮你升很多级。回去融成灵力给你。不要，脏。好，既然您不要，那我们就去找九转玲珑镜吧。南边的一个山洞里，便是九转玲珑镜的所在之处。不过有一只化神期的烈天魔蛛镇守，还有那个女的。啊？哪个女的？我就算拿到九转玲珑镜，但和她对上，恐怕也丢了半条命。怕什么？有人来替你挡刀了。咦，昔日这些妖兽怎么连着变异，还徒增修为？那个女人做的，她已经破坏了天道法则，我需要解决她。啊，别呀，魔教就快要苏醒了，哪日我还要让她当众承认偷了神物，并亲手挖出属于我的东西。罢了，随你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先去解决了这妖兽。真野，我只是一个分身，你不必救我。那日我濒死踏入圣域时，便立下誓言，若神明救我于深渊，我将献上我的生命回报。我说您的分身其实只是一缕神光，一道意志，我亦甘愿拼死守护。一番神主，没有任何东西比您更重要，包括我自己。就你这样还想学人家黄雀在后呢？进去吧你！不要啊！你快拿出一点气运值兑换高级道具帮我出去！我死了，你的任务也失败了。真是废物！我的气运值也不多了，下不为例。系统，要帮我恢复容貌，我这个样子怎么去勾引谢云奇？你身上有神骨，别什么都依赖我行吗？我气运值太低了，要休眠一段时间。接下来的事情你看着办吧。系统！该死，我伤得这么重，就算血放完了也恢复不了。金河师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是七师弟啊，你来的正好。金河，七师弟呢？他没去找你啊？我没看见他呀，是不是迷路了？师尊，您到底为何如此恨我呢？地犯神主，我这就将九转玲珑镜融成灵力献给您。啊！九转玲珑镜中秘境无数，他一个人未必能走出来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童子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九转玲珑镜里的秘境，宿主，你要将遇到的秘境一一走过，才能返回现实。不过没事，我有通关攻略。不用，大佬亲自来带我喽。跟上。我愿追随佛经而去，只求上天保佑，我们能在黄泉相遇。他这是要殉情？我甘愿永生永世堕入畜生道，或在地狱受尽刑苦，只求诸神救救我的妻子啊！
在这个秘境里，你或成为殉情夫人，或成为用轮回交换妻子平安的男子。但无论哪一个，只要你无法勘破，做出与他们此时不同的选择，你就会被一直困在这里。意思就是，若我是妇人，我需要放弃殉情；若我是那男子魂魄，需接受轮回。沉沦于情爱，溺毙于执念。如今有我在，你不必再受这一遭。走吧。师尊，这些都是幻境吗？这里的秘境是收集人间执念而成，既是幻境，亦是过往。神使，我的问题是，九州大陆还会有修仙者飞升吗？有，还会有最后一位修仙者得到飞升，但不会是你，而是一位拥有天生半神之骨的修仙者。为什么？明明我才是最有天赋的修行者。我12岁筑基，13岁结丹，我是大陆上最年轻的化神期修士。这些年来，我刻苦修炼，救人除魔，凭什么我没有飞升的资格？我只是传达神谕，其余的一概不知。既然天道不给我机会，那我便自己去争去抢。半神之骨的修仙者，要他便是。原来是因为这个他才恨我。他不能直接杀死天选之人，否则会引来雷霆死劫。因此，他放出了魔蛟灭世，又引你前去镇压，陷入沉睡，无缘修炼。难怪他对桑金河百般包庇，原来这神骨只要不回到我身上，我就永远无法飞升。嫉妒不得，生出嗔恨，此乃第2关。世间男子多薄情，我只想让你看清他。偏执的爱滋生邪心，令人不分善恶。如今吾带你走这一遭，将来若是再遇到考验七情六欲的秘境，切记跳出爱嗔痴恨。爱恨嗔痴、情欲贪念，这些都是飞升者要戒除的，是吗？自然。我没听错吧？我没看错吧？这九转玲珑剑居然让我看活春宫！你看清楚了。这是一只从神殿逃下来的千年狐狸，它为了人间欢好之乐逃跑了9次，每逃一次便会断一条狐尾。这次过后，它便要被驱逐出神殿，继续做一只普通的小狐狸。你说情欲到底是什么，竟能让它放弃飞升得道？你想明白情和欲吗？你说说。情欲不可言说，这是情，我对您的虔诚之心毫无保留；这是欲，充满贪念的占有。您在幻境里教导我要戒除爱恨嗔痴，我学会了。可若心魔是您，恐怕我终究还是难以看破。若我是妇人，我与爱意随您而去；若我是那丈夫，我愿用轮回换您神；若我是那生了痴爱之心的乌鸦，我也甘愿用苦果慰尽相思。所以你的情欲是无。他这是害羞了？应该是。好友度目前是20%了。你动心了？吾乃掌控天道之神，不生凡心。撒谎！你的凡心是我，将我收回你的身体，你就能知道你的情欲有没有生长。不好了，魔蛟破除封印，重新出世了。好戏终于要开场了。范行，你怎会在此？有个胆小鬼将吾赶出。那我们一起去看戏吧。将当年封印我的人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们不死。师尊，要不我们就交出碎石师姐吧。碎石和魔蛟有双修之情在，让魔蛟带走他，应该不会有危险。不如就……好多人啊！当年封印你的人正是青衣剑宗圣女碎石，如今她已在此，有什么恩怨，你便找她吧。喂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你快出去，要不我们就都要死在这儿了。哎，你长得很像，但不是。封印我的人有半神之骨，我还记得神骨的气息。是你封印我的那条神骨在你身上。这根神骨是我的，封印你的是碎石。金河，站出来吧。师尊，我真的不是。天地赐予修仙者神骨，目的是为了镇压妖邪，平衡自然。拥有神骨不是天道的眷顾，更
并不是飞升的捷径，而是代表着天道选择用你的牺牲去拯救苍生万物。救我！桑金河，这样为苍生牺牲的觉悟你有吗？若是没有，你怎敢占有神骨？神骨不是我的，神骨是我去封印之地亲手在碎石身上挖出来的。哦，神骨是你偷的？我不信，除非你将它挖出来，让我瞧瞧。真是个狠人呐！那就都对上了，圣女，和我一战吧！不好，他要引爆妖弹！地饭神主，专心。父亲，地饭，你自诩天道之神，但你真的怜悯苍生了吗？父亲，你疯了！你们这些所谓的神明，满嘴仁义，却虚伪至极，既创造了生命，却也给他们创造了无数的苦难；既给了凡人修仙的途径，却又百般苛责，掐灭他们飞升的希望。地饭，你只是将我们这些世间生灵玩弄于股掌之中罢了。谢宇，你自己要死，别拉着我们陪葬。我们勤勉修炼，即使得不到飞升，却也换来比凡人更长的寿命，还有何不满？如果神给予的只有顺遂而没有磨难，那么生灵将永远得不到满足。如果修仙者皆可轻易得到，就不会有人坚守到心。不必同他们浪费口舌。地凡好感度上升了，现在是25%了。竟是这样。父亲，你怎么能和金河？来人呐！废去谢宇与桑金和秋伟，将二人丢入封印之地，让他们在魔气的腐蚀中终身忏悔。地饭神主，我将神骨拿回来了。啊，门坏了，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这不是你的错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动心了，却又不肯承认。啊，你怎么张着嘴巴不说话啊？居然将我禁言了，真是胆小鬼。没关系，我愿意等等。碎石，虽说地饭神主不知为何厌弃了你，但我们始终认你是青衣剑宗的圣女，青衣剑宗也永远是你的家。我们回去吧。啊，原来地饭吃这一套啊！哼，谢云奇，现在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？什么？我以性命和修为赴苍生大义，换来的却是你们青衣剑宗500年的逍遥，500年的遗忘。你们将我驱于门外，置我所言于罔闻，包庇挖我神骨的人，夺走我的圣女身份。谢掌门，这些痛苦不是用1、2句好话就能抹除的。碎石，你去哪儿？我已经被地饭神主厌弃了，徒留在这里也是碍眼。不是，他走了，你这下满意了。地凡最后不是开门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进？哼，我又不是他的狗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。哦，原来你的人设不是做他的舔狗啊！舔狗也有必杀技，当一只全心全意依赖你的小狗消失不见了，即使再冷漠的人也会不爽的。可是地凡他是无心无情的神，他会像人一样吗？范行就是他的人性，我之所以对范行态度亲昵，就是为了强化他的人性。而我当初的表白，就是在地饭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只等有朝一日，这颗名为情欲的种子在地饭心里发芽破土。碎石，你不走了是吗？师兄，我想清楚了，不走了。那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我自然是愿意的。师兄，你也是受人蒙蔽，那些都不是你的错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下个月择日成婚。不，这个月。都听你的，师兄，你陪我回房间吧。好。奇怪，东西到底在哪儿？你在吃醋？他是假的。可即使是假的，你看到了也会不高兴。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呢？碎石啊，神，求求你让我在黄泉路上遇到那个死鬼啊，不是那个我最爱的男人吧？你是一点演技也不给啊！我所幻境是为了消磨灵魂，台词随便说就好了，反正最后是自焚就行。这样消耗你的灵魂，地凡真的会来吗？你这幻境都快走了100遍了，真的好感度升了30%、50%、70%。看来那颗种子发芽了。地凡来了。
哇哦，蒂凡扮演的是王府鬼魂的角色，你们真会玩，我先撤了。是你吗，我的河？我就不信你听见我喊其他男人的名字没反应。你喜欢我吗？你若是不喜欢我，为何还要来招惹我？我不愿追随王府而去，但愿黄泉或来生无复相见。我儿终于娶到了皇上最疼爱的公主，这下将军府的地位可百年不衰了。多得夫人重盟，在公主年少时安排两人偶遇深情，还教少将军如何讨得公主欢心，这才成就一段姻缘。我儿的那些通房，还有那10几个外室，可都藏好了。藏好了，定不叫公主发现。难怪乌鸦变成美妾一勾引，那少年将军便马上变心。原来一切不过是南方一早设定好的陷阱。唉，可怜的公主。你若是不喜欢我，何苦继续追来？您知道我想要什么，也知道我想见谁。随吾离开。我为何要走？我来这幻境本就是为了看破你的。什么？九转玲珑镜知道我的执念，用你的模样给我设下心魔，我放不下你，因此我也做不出另一种抉择，逃脱不了幻境既定的结局。你以为我是幻觉？是啊，或许等我将你彻底放下，便能走出这幻境，你继续是高高在上的无心神明，我要么在幻境中生死道消，要么侥幸逃出，继续做着芸芸众生的蝼蚁，彼此相望，又有何不好呢？相望？不要忘记我，好不好？不要看破我，好不好？继续爱我，好不好？我爱你，那你呢？你要爱，我给你。对不起，这就是您一直不愿意接受我的爱意的原因。思欲起，心魔生，若控制不好，恐会伤了你性命。那日我踏入圣域，用诞下神子，用我的全部来与您交换心声。如今我拿回了神物，也报了仇，是时候兑现承诺了，让我为您诞下神子，也让我爱您。今晚这天象怎么如此怪异？别杀他，他若死了，这一关幻境还得重启，公主逃脱不了执念，这无耻的将军府也得不到惩罚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让他再不能人道。我的大宝贝！我还想着日后若是有机会，还能继续体验不同的故事呢。你很喜欢？一般。对了，青衣剑宗出现了另一个你，他还和谢云奇成了亲。只是我如今心魔乱动，得先去一趟不忘山，不能陪你去解决他了。无妨，待我解决了他，立马去找你。阿石说的果然没错，你这只妖兽竟顶着他的模样，妄图潜入青衣剑宗，捕杀我宗弟子。谢云奇，你当真是蠢得无可救药了。众弟子听令，列阵。我的九转玲珑镜呢？哦，你是那只魔珠。我如今已是化神后期，你将九转玲珑镜交出来，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你人还怪好的嘞，只可惜九转玲珑镜已经没了。什么？难道是地范遇到了麻烦？妖孽，你若继续屠杀青衣剑宗弟子，地范神主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万年魔蛟便是你的前车之鉴。谢云奇，都过了多少年了，你能不能长点脑子？你身边所谓的妻子是一只魔珠啊！云奇，你已经伤害过我一次，难道还要再伤害我一次吗？妖兽需要再挑拨离间，劝你速速离开青衣剑宗。那就祝你早生小蜘蛛了。要不我给你兑个防御符吧？我觉得地凡这情形不太对。可以，顺便帮我兑换一支能够承受神体交合以及神子诞生的药剂吧。没问题。他应该是在分化和封印心魔的时候，不小心让新旧两种心魔同时融合，并且返回神体之内了。随时小心！抓到你了，地凡。你醒了。您的心魔，我与心魔融为一体，从此以后无需担心再被操控。鸣人说的果然没错，没有什么问题是来一发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来2发。你俩这半个月来的次数都快炸翻整个大陆了，还愁解决不了一个心魔？这话是哪个名人说的？我说的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虽时这里正孕育着我们的神子。这才过去半个月，您是如何知道我怀上神子的？我与神子之间有感应。那您知道神子是男是女吗？一男一女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
虽然我用神血将你淬炼为神体，但你的境界尚未稳固，神魂也不纯粹。云归海之水是世间至纯之物，在那里修炼5个月后，你将真正飞升成神，生下神子也不会损伤身体。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等着我，地范，等我成神，等我来到你的身边。恭喜你，宿主，你飞升成神了。地范，随时欢迎你来到吾身边。你可想好他们叫什么了？吾不擅长取名字，还是你来吧。不如男孩叫正泽，女孩叫正娟吧。望他们2人在日后布道时能稳固本心，行事上能公正守则。甚好。谢云奇还真的生了一窝小蜘蛛啊！他没发现不对劲吗？魔蛛会幻术，将小蜘蛛变成新生婴儿的模样不是问题。倒是那谢云奇真以为是自己技艺了得，才能让他妻子在10几年间生了10几个孩子。母亲，不如便由我和郑君去人间开始为青衣剑宗布道吧。青衣剑宗没几个正常人，你们可以吗？我的出生便是为了天地苍生，不能畏难止步，何况不是还有郑君陪我一起吗？这倒也是，郑君，那你愿意随正泽去处理这件事吗？我愿意。哼，青衣剑宗那群笨蛋，要冒牌货，不要真圣女，掌门不听劝还要取魔珠，这样的宗门就来干嘛？我们不是去拯救个人，而是去剜除腐肉，扶正道心。好吧，既然正泽要去，我就跟着一起去呗，免得他被妖怪抓走了。那便按照你们心中所想，放手去做吧，我们会一直守护你们的。请问你们2位是？我们是神殿下来的神子，前来接管青衣剑宗，布道福心，烦请转告谢掌门。太好了，地凡神主派下神子亲自辅佐我们宗门，这是多大的眷顾！青衣剑宗拥有了神子的力量，一定能重回宗门之手。现在请各位长老和我先去迎接神子吧。拜见神子大人。我是正泽，这位是我的妹妹正君。我们的来意，刚才那位通传的弟子是否已经向各位说明清楚了？说明清楚了，2位大人愿来辅佐青衣剑宗，实乃宗门弟子之大幸，也是苍生之大幸。我宗愿在掌门和长老以外再设职位，恭迎2位大人。那你是没听清楚，我的来意不是辅佐青衣剑宗，而是接管青衣剑宗。什么？青衣剑宗的问题犹如复古之居，我需接管宗门，拥有绝对的权力，方能扶正道心，起死回生。神子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不再做这青衣剑宗的掌门？正是。我谢云奇接受掌门之位以来，所做之事无一不是为了青衣剑宗着想，从未犯错。神子如此专断，为其有功之人，觉得说不过去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蠢得这么理所当然的。管理偌大一个宗门，没有功那真是过错。你说的是，不过正则单纯率直，在俗世之中恐怕如没入清水，格格不入。谢掌门，你有3错：一是沉迷女色，修为不进；二是能力不足，导致能力者青黄不接，宗门实力一退再退；三是识人不清，引入妖兽，导致众多弟子惨死。神子既不愿相助，又何必在这危言耸听？我青衣剑宗何时有什么妖兽？你的妻子是一只魔蛛，一派胡言！你若不信，将她带来此地，我有法子能够证明。云奇，怎么了？神子，若是你血口喷人，无法证明我的妻子是妖兽，那便要留下来辅佐青衣剑宗，不得有其他要求。云奇，我们相处了10几年，你可见过我害你？滚开！吵死啦！我父亲说的果然没错，什么神殿，什么神主，都是一群惺惺作态的伪神。我父亲说的果然没错，什么神殿，什么神主，都是一群惺惺作态的伪神。既然地凡知道妖兽害人，为何不降下神谕提醒，叫2个娃娃来拯救苍生，一来便要夺走我的一切？你的妻子罪恶当诛，但这些小蜘蛛尚未为恶，何须残忍屠尽？至于你刚才提出的疑问，我的母亲早在几10年前就给过你答案了，你当年听不懂，如今我再重复一遍，你也是不懂的。你的母亲是……算了，我不想知道。谢云奇，既然您多年来毫无作为，又引入妖兽害人性，这掌门之位也就此罢了。若你还愿意，不必，我走就是了。父亲，我错了，地范虚伪，从来不曾真正给过我们谢家机会，他还要将所有过错归咎在我身上，派下神子剥夺我的掌门之位。为父也恨，那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向天道复仇吗？儿子愿意，
父亲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我当初被丢下封印之地，修为尽失，还被魔气腐蚀，无奈我只能将桑金鹤吃掉。他体内残存的神骨之力延长了我的生命。如今我只需要一样东西，就能重回巅峰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的修为，这修为。谢雨入魔了，这便是人间的结束。那我们就一点都不能干预吗？不可。那这样呢？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正则和正君，我们可以下凡陪伴，但若非必要，我们最好不要干涉他们的历练。好啊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呢？不急。娘，我也想去修仙。你不过是一个3灵根，青衣剑宗是不会收你的。大娘，我们宗门招收弟子，不看灵根天赋，只要心性品行好，勤勉刻苦的我们都要。每一个想要拜入宗门的弟子，都必须经过神子大人亲自鉴别，方可决定收不收。你们收资质差的弟子，能提高宗门实力吗？神子大人教导我们，修仙不是为了争强好胜，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，而是为了正道心、明真理。所以，所有与道法有缘的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学习机会。哼，你可要与我去见神子大人。看来吴当初教导正则的那些东西，他都记在心上了。正则和正君真是了不起啊！从前的青衣剑宗乌烟瘴气，无利不起早，如今这些孩子都很有礼貌，也很有道心。是啊，这就是神子诞生的意义，用一颗至纯之心净化世间的污浊。给。哦，你这是？我看你一直盯着，难道不是想吃这个吗？我只是想起了范行，要不我们再生一个和范行差不多的小孩？不了，你不喜欢？他有些聒噪，还句句戳心窝子。母亲，好久不见了，碎石。你牙上有菜。享受你们最后的时光吧。不好，他要开启上古战场，解除百万魔族的封印，不能让他得逞，否则这片大陆就彻底完了。就你爱挑事儿是吧？好不容易再见到父神和母亲，你连叙旧的时间也不给我，去死吧！母亲，母亲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也想你们两个呢。这些年你做得很好。父神，那我呢？你也做得很好。我的任务还未结束，还有其他地方等着我和郑君的帮助。以后你们定要守好道心，莫要再重蹈覆辙。神子当真不能继续留在青衣宗吗？道是众生道，非一人道，非一宗道。天下苍生，哪里更需要我们，我们就会去哪里。一范，你好像还有一句话没有说。吾之爱，直至天地无序，宇宙覆灭，神魂不在，也依旧如故。